虎式坦克作为二战时期最知名的重型坦克，其搭载的一门88毫米坦克炮堪称二战中最优秀的火炮之一。但当我们观看官方文件资料时，会发现这门88毫米坦克炮会被写作 8.8 厘米 KWK36L56， 这一串字符又代表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串字符就代表着这门火炮的全名，毕竟在德军中，使用88毫米口径的火炮不止一种，既有一战时期使用的88防空炮，也有二战时期使用的88防空炮、88反坦克炮以及88坦克炮。在这之中，一些火炮的身管长度也不尽相同，所以并不能以88炮一概而论。所以这就必须催生出一种可靠且科学的命名方式，用来给德军所有的火炮进行系统性命名。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名字是由谁来决定的呢？由于二战的久远以及二战末期德军对自己资料的系统性破坏，想要从众多繁杂的名称中定义什么是官方名称，什么不是官方名称的行为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个论点是，如果一份文件是由德国军队中的某个人以他们的官方身份撰写的，而该文件恰好提到了一件设备，那么他们使用的名称就是官方名称。在这种命名方式下，我们能发现德军的火炮命名方式大部分遵循着如下的规则。以虎式的 8.8 厘米 KWK36L56 为例，最开头是一个以厘米标注的数字，因为虎式的火炮口径为88毫米，所以我们不难判别这个 8.8 厘米是写作厘米的火炮口径，而后面的 KWK36 则要综合一部分德语来看。在德语中，加农炮被写为 Kanone， 即英语的 Kano， 这可以解释 KWK36 中其中一个 K 的由来，即代表了加农炮，而剩余的两个字母则可以从其用途来推测。因为虎式是一种坦克，所以 KWK36 的用途应该是一门坦克加农炮，而在二战中，德语的坦克一般被称为 Kampfwagen。这是一个拼接单词，由代表战斗的 Kampf 和代表车辆的 Wagen 组成，所以 KWK 的缩写就可以理解为 Kampfwagen Kanone， 即战斗车辆火炮，或者可以直接翻译为坦克炮。KWK 的问题解决了，那后面跟着的两位数字即36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横向比较来分析和探明这两个数字的意思。实际上在二战的德军中，有着36名字的火炮确实不少，比如二战中德军使用的第一种88毫米防空炮，其正式名称就被写作 8.8 厘米 Flak36L56。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中间这一段字母加数字就代表其火炮的用途，那么 Flak 则可以被扩写为 Flugabwehr Kanone， 即飞机防御加农炮，代表其作为防空炮在军队中服役并且发挥作用。那后面的36自然也很好理解，在一战德军的命名方法中就有着年代命名法的存在，比如当时德军使用的步枪就被称为 G5.98 步枪，是毛瑟在1898年定型的一种旋转后拉式毛瑟枪击单发步枪，而当时德军使用的冲锋枪即 MP18， 由于在1918年定型，所以才被称之为 MP18。所以 8.8 厘米 KWK36L56 和 8.8 厘米 Flak36L56 这两门炮中的36也都很好理解，即这门火炮是在1936年设计定型的。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后续的88毫米高炮家族还有改进了辅助设备的 Flak37 以及更换了更长炮管的 Flak41， 这二者也是根据设计定型或者原型机准备完毕的年份来规定后两位数字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8.8 厘米 KWK36L56 这个名称中大部分的内容，那后面的这个 L56 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也不难，因为它并不是德军内部通用的一种标识方式，根据卡朗施塔德公司的描述，最新的格罗姆更加注重原型性及炮管长度，而后面的数字就是代表长续的距离数值，它的最大飞行高度为12000米，最大速度为每小时1000公里，被称为倍镜，是因为这是一种炮管长度的基础设计上，其采用短三角翼，它并不代表水平长为5.6米，而是代表炮管长为56倍口径，即88毫米乘56等于4928毫米。那倍镜这个数据到底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一般来说，在需要直射打击目标的坦克炮上，更高的倍镜意味着更高的炮口出速，而更高的炮口出速意味着更平直的弹道和更好的穿身。
这一点上，4号坦克所使用的42或48倍镜75毫米炮和黑豹上所使用的70倍镜75毫米炮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二者的口径同样都是75毫米，但在同样发射风帽、背帽穿甲弹时，4号坦克的穿身则远远不如黑豹坦克。同样的例证还存在于早期的4号坦克上，使用的7.5厘米 KWK-37L24 坦克炮，它发射穿甲弹时几乎无法击穿同期的法军坦克，让法军坦克创下了一台坦克击毁13台德军坦克的斯通尼屠夫之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同一口径下倍镜越低，那么它的穿身就越差，就会更适合通过取射弹道执行一些箭瞄打击任务；而如果同口径下倍镜越高，那么它的炮口出速就越快，弹道更平直，穿身也就更深，也就更适合反装甲。好了，现在我们弄懂了虎式坦克上的主炮及 8.8 厘米 KWK-36R56 到底应该怎么称呼。它的全称应该为88毫米口径1936年式56倍镜坦克炮。现在当我们回顾战车世界游戏中的称呼，就会发现并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比如战车世界的玩家们通常喜欢将虎式的88炮称呼为短88，而虎王的88炮称呼为长88，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德军的坦克炮到底如何命名。短88的全名为 8.8 厘米 KWK-36R56， 而长88的全名为 8.8 厘米 KWK-43L71。 从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虎王的火炮及 8.8 厘米 KW43L71 和虎式的火炮并不是同一门，因为如果按长88和短88的叫法来看，虎王的火炮应当被称为 8.8 厘米 KWK36R71， 因为只是变成了炮管。但虎王火炮的 8.8 厘米 KWK43L71 它和虎式上的炮完全不是一种，一门炮是1936年定型，而另一门则是1943年定型。从名称上我们就能很轻易地辨别这一点。那是不是同口径、同倍镜、同年份的火炮就是一门火炮了呢？正好和虎王坦克主炮名字几乎一样的火炮，德军还有一门，那就是安装在猎豹坦克歼击车上的 8.8 厘米 Pak43L71。 Pak 的名字也不难理解，即德语 Panzerabwehr Kanone 的缩写，意为反坦克炮。这门火炮和虎王的火炮同口径、同年份定型，也是同倍镜，只不过一门是坦克炮，另外一门是反坦克炮。这两门火炮就可以被称为一样的炮了吗？实际上也不是，虽然乍一看上去坦克炮和反坦克炮二者用途基本一致，都是对坦克使用的，但之所以要留这么一个名称差别，还是因为二者确实有天差地别。在二战中，德军的坦克歼击车基本秉持着一个底盘加固定战斗室加一门炮这样的设计思路。它的有趣之处在于，火炮和底盘是分开布置的。比如黄鼠狼坦克歼击车上面安装的 7.5 厘米 PAK-403L46 实际上就是步兵的 7.5 厘米PAK-40R46安装在履带式底盘上得来的产物，它的激发、瞄准系统全部都来自于步兵反坦克炮的同款，并没有进行系统化设计。而德军的坦克炮则完全不一样，德军的坦克炮一般是系统设计后的产物，他们充分考虑到了火炮在坦克上的使用，而这一点就是德军二战时期坦克炮和步兵反坦克炮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坦克炮采用了更可靠的电激发模式，而非击锤激发，而步兵使用的反坦克炮由于没有电源，所以必须是击锤激发方式。这样一来，也就导致了二者的炮弹即使是在同一口径、同倍镜的情况下也无法通用。同样，炮弹不能通用的情况下，也延续了在其他一些德军火炮中，比如德军装备数量最多的75毫米炮，他们的炮弹也并不是通用的。一开始的 7.5 毫米 PAK-40 使用的炮弹规格是75×714毫米，但这种炮弹带来的问题是 PAK-40 本身的炮尾就已经很大了，再加上700毫米加的弹药，装填手就无法在坦克炮塔的狭小空间内装填弹药，所以设计团队缩小了弹药，新的弹药更短也更粗，这样一来就诞生了装甲车辆使用的 75×495 毫米炮弹。这种弹药分别装备了3种装甲车辆，分别是4号坦克的 KWK-40、3号突击炮的 STG-K-40 以及追猎者使用的 PAK-39。而很显然，4号坦克使用的 75×495 毫米弹药无法与 STG-K-40 和 PAK-39 通用，这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电击发和击锤击发的区别。而这些装甲车辆上使用的 75×495 毫米弹药也无法再次装填回 PAK-40并激发，因为弹药规格也根本不一致。
另外，在75毫米这个领域，德军还有更轻巧的炮弹，那就是缩写为 L1.IG 的步兵支援炮，全称为7.5厘米 Leichtes Infanteriegeschoss 18，它的炮弹大小仅为75×89毫米而已，因为它需要的仅仅是通过取射的高爆弹对目标地区进行覆盖，所有的对目标杀伤能力仅存在于75毫米高爆弹弹头中，而并不需要动能冲击来造成额外的杀伤。除了上述依靠动能冲击来摧毁工事或者是击穿装甲的火炮之外，德军装甲车辆上还安装有另外一种火炮，那就是靠高装药量和大口径来摧毁敌人的榴弹炮，比如4号突击坦克灰熊，上面就搭载了一门150毫米榴弹炮，它没有炮塔，所以肯定不是代表坦克炮的 KWK， 也不用来反坦克，所以也不是 PAK， 更不可能防空，所以更不可能是 FLKK。 那这门炮到底叫什么呢？在突击炮上安装的火炮，比如3号或者4号突击炮，一般会被称为 STUK， 即 Storm Cannon 的缩写，意为突击火炮。而这种 STUK 一般是作为高初速中口径火炮使用，比如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在3号突击炮上安装的 STUK-40， 在支援步兵对付工事之外，还要承担一部分反坦克任务。而在上面安装的大口径榴弹炮，也就是3号突击炮的变体，安装有一门 10.5厘米的榴弹炮，这种车辆被称为42型突击榴弹炮，即 STUH-42， 它的特征就是从代表加农炮的 Cannoni 换成了代表榴弹炮的 Habitze。无独有偶，德军还有一种专门用于摧毁建筑的重装甲突击载队，这就是4号突击坦克，或者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名字，被称为灰熊，它搭载的火炮就被称为15厘米 STUH-43L12。 当我们把口径再放大一点，比如使用虎式底盘安装有380毫米火炮的突击虎，它的名字又是什么呢？可能让各位有点失望的是，突击虎的火炮并不是38厘米 Sturmhaubitze， 它的正式名称被称为38厘米 Sturmmoser， 即38厘米突击迫击炮。这在二战德国中也是独一份的武装载具。之所以被称为突击迫击炮，这是因为突击虎的主炮实际上是一门后膛迫击炮，被称为380毫米 RV61。 从这一命名方法来看，它的主炮就已经脱离了陆军火炮的命名范畴。没错，这种不遵循我们以上说法任何一种的火炮，实际上是海军的380毫米反潜迫击炮，通过发射高爆深弹在远距离击毁潜艇，所以即使它上了岸，使用的也还是 RW61 的火炮名称。而德军之所以将突击虎命名为 Sturmarser， 也是取了 RW61 实际上是迫击炮的工作原理，因为实际上陆军用的迫击炮被称为 GRW， 也是德语 Granatorwaffe 的缩写，即手榴弹投掷器，其经典型号有 GRW34、GRW42 等。从以上的介绍，各位不难看出，在二战德军中对于火炮的编号是非常详细而且严谨的，管理编码模式。而经过这一番介绍，想必各位以后再见到二战德军的火炮武器，也能相当便利地辨别出它们究竟是何种型号，又有何种潜能，又有何种用途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火力军，下期视频见。